我们开封荔枝泡酒，荔枝果肉比较松软，所以酒体会出现一些悬浮的果渣，这种情况一般没事儿。像果肉松软的猕猴桃、苹果等都会出现类似的情况。变质的白色絮状物是像棉花一样成团状的，而果渣是散开的形态。酒体是很清透的米黄色，喝起来浅口有点甜，中调是若隐若现的荔枝味儿。因为荔枝自身果香没有特别突出，如果基酒的度数很高的话，泡好之后的果味不能掩盖掉酒味儿，所以建议用度数相对低一点的酒来泡荔枝酒。荔枝泡酒整体口感中规中矩，所以个人感觉是4星半。我们开封洛神花泡酒，在洛神花中加入苹果，是为了增加口腔中的厚重感，闻起来是淡雅的酸甜气味。酒体是透亮的橙红色，之前有单独泡红苹果酒的品尝视频，口感很一般，颜色也不明亮。而苹果和洛神花在口感和颜色上恰巧刚刚互补，前口是红苹果的甘甜，回甘有洛神花的微酸，洛神花本身的酸腻感被弱化，取而代之的是苹果糯糯的甜味。苹果与洛神花果然相得益彰，不管是颜色还是口感都美得恰到好处。洛神花苹果泡酒，个人感觉是5星。我们开封薄荷泡酒，薄荷泡酒更多的作为调饮用酒，单喝的话，除非对薄荷情有独钟，否则口感真不是一般人能够接受的。酒体是有点偏黄的绿色，我们没有加色素，所以不会出现我们想象中的那种薄荷绿。喝起来有薄荷的清爽感，穿透力很强，冲击你所有的味觉感受，特别是在后口回甘时会更加明显，瞬间有一种醍醐灌顶、醒脑提神的感觉。薄荷酒调饮适合做冷饮，调饮时加一点点，会大大提升口感的鲜爽度。我们再来看一下评论区点赞最多的这位朋友，我会私信你送你一瓶原装未开封的，直播间价格是419元的关云初东方原酒一瓶。到底水果浸泡工艺的露酒，大家是否喜欢喝呢？俗话说，实践是检测真理的唯一标准。怀着这个理论，我开启了1年邀请大家品尝反馈的活动，每一批浸泡周期都在3到6个月，所以今年一共做了4批酒，正好1年做个总结。第一批是红枣朗姆泡酒，酒精度30.4，含糖量23.56。送这款酒是因为我第一次感受到红枣的香气，浓郁的枣香绵柔丝滑，酒精度很高，但入口依然舒服自然。有些朋友反映过甜和酒精度略高，所以在做第2批草莓威士忌泡酒的时候，我适当降低了酒精度和含糖量，分别是22.8度和8.4的含糖量。还有朋友说酒精度高，但说甜的明显少了。送这批酒是因为草莓的果味跟威士忌橡木桶的味道融合得非常好，让我第一次感受到酒和水果滋味互补的美妙。第3批做红茶荔枝酒的时候，我又降低了酒精度12.9度，含糖量6.3。这款酒主要是红茶滋味弥补了纯荔枝泡酒后口单薄的缺点，也是比较不错的组合。第4批是胭脂梅泡酒，正在检测中。这款酒的特点是梅子的酸爽感有一股一爽到底的穿透力。通过这1年的反馈，我认为浸泡果酒最终酒精度在10到15度，含糖量控制在6、7左右，应该是适合大多朋友的方向。最终下来，微甜的口感，清新的果味，后口酒精微妙的刺激，应该是最好的果酒吧。今天开封盖果泡酒，当时邮寄过来的盖果是冷冻的，解冻后我尝了一个，前口特别酸爽，回甘发甜，一般这种口味的水果特别适合泡酒。酒体是橙红色，有绵密感，入口的酸感非常的浓郁，但是不腻，果味很充足，这种酸感很优雅，很舒服，伴随着酒体在口腔中一直扩散，回甘是水果的清甜又很美妙，仿佛有一瞬间把口腔放大的感觉。像这种果味酸甜味比较重的水果，更适合用高度数的酒来泡，果味能压得住酒味，同时被提到最大化，使最终酒体的口感更加的富有层次感。盖果泡酒，个人感觉是5星加。我们开封草莓香蕉泡酒，香蕉增加绵密的口感，同时调和草莓的味道。酒体是偏红的琥珀色，入口依然是草莓的清甜。用草莓不管泡什么酒，都会把草莓清爽的果味充分的提取出来，呈现在前口。中口是香蕉的绵密香甜，有很好的过渡作用。后口是威士忌的酒香。回味时，草莓的果香和威士忌的酒香并存。当时用的这款威士忌细腻柔顺，所以最终泡酒的口感也很纯粹。草莓香蕉泡酒，个人感觉是5星加。我们开封姑娘果泡酒，姑娘果自身有一点淡淡的类似奶油的口感，但果味不太明显，所以我用多种水果组合泡酒。酒体是很纯净的棕红色，看起来满满的高级感。入口是一种综合的果香，有些许草莓的清新，后口是乌梅的酸爽和厚重感，还夹杂一丝姑娘果淡淡的奶香味，让酒体更加细腻顺滑。桑葚闷闷的感觉没有了，综合果味比较明显，而且后口乌梅带来的酸爽又让人回味无穷。这款水果泡酒的果香比较内敛，需要细品才能慢慢体会到它的变化和层次，所以个人感觉姑娘果加草莓加桑葚加乌梅泡酒5颗星。
我们开封红茶荔枝泡酒，单独荔枝泡酒虽然也好喝，但层次感不够。这次尝试红茶加荔枝的组合，酒体是红茶带来的深红色，入口是荔枝的果香，比单独泡荔枝的果味更明显一些。中口是荔枝的甘甜，荔枝甜度比较大，但泡酒的甜是那种不会让人感觉到腻的甘甜。后口是红茶的滋味。回甘是红茶和荔枝的融合，可能是所用红茶特点不够显著的原因，整体红茶的滋味并不突出，但会让荔枝的滋味更加明显有层次。我想以后换更好的茶叶，那么茶叶加水果泡酒的结合，又会是一些有意思的组合泡酒。红茶荔枝泡酒，个人感觉是5星。